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印度尼西亚鲁昂火山爆发，超过12000人从塔古兰丹岛撤离，火山警报已提升至最高级别，已疏散109人，数百人仍在等待疏散。受火山活动影响，北苏拉威西的机场已关闭，飞往马来西亚部分城市的部分航班也受到影响。让我们关注诺和控股计划投资约2亿美元于量子计算初创公司，以建立北欧生命科学领域的量子计算公司生态系统。请看下面这条。第一季度工资增长率达到1年来最高点，引发了持续通胀担忧，可能导致美联储加息时间长于预期。让我们关注，美联储预计周三将维持23年来的高利率，但投资者将仔细聆听何时开始降息的任何迹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可能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暂时没有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原因是2024年的通胀比预期更顽固。接下来，加拿大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和微软联合开发风能和太阳能农场，将在美国和欧洲提供超过 10.5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产能。请看下面这条。美联储会议前，标普500指数期权市场定价波动率为去年5月以来最大，表明交易员预期美联储利率决定将引发重大市场波动。请看下面这条。丹麦将从11月25日开始限制2型糖尿病患者直接使用 GLP-1 药物，如诺和诺德的 Ozempic， 而是将它们转为使用更便宜的替代药物。接下来这条。五一假期首日，中国铁路和公路出行激增，但消费者仍注重节约开支。航空票价下跌，更多旅客选择驾车出行或提前订票。疫情防控措施放开后，各类出行均有反弹，但消费者支出未跟上，限制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为 5%， 需要更多刺激。让我们关注4月，标普500指数下跌 4%， 纳指下跌 4.5%， 结束了投资者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月。NVIDIA、微软和 Meta 等科技股领涨前3月，也在4月遭遇最大跌幅。相较之下，特斯拉、苹果和 Alphabet 则有所上涨。请看下面这条。CVS Health 下调全年盈利预期，因非紧急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导致其健康保险业务的医疗成本上升。该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原因是其医疗成本比率高于预期，且 Medicare Advantage 报销率较低，引发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接下来，杜邦第一季度利润超预期，上调全年预测。受益于电子和半导体业务销售额增长，制造业产量改善，杜邦预计2024年下半年销量和收益增长将由电子市场进一步复苏和水保护部门销量增长推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周三下跌，令人失望的财报浇灭了人工智能的希望，而投资者正在等待美联储的政策决定和降息的线索。让我们关注芯片股 AMD 和 Supermicro 因收益低于预期而下跌，引发了一波抛售，原因是投资者的 AI 投资期望未能实现。请看下面这条。百胜餐饮报告称，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的消费者对肯德基和必胜客的需求疲软，导致全球同店销售额下降。百胜餐饮一季度总收入下降近 3%， 至16亿美元，未达到分析师预期的 17.1 亿美元。全球同店销售额下降 3%， 分析师此前预期增长 0.04%。 让我们关注，美联储料将维持23年高点利率，但投资者关注降息时机。主席鲍威尔暗示不会急于降息，因通胀仍具粘性，市场预期2024年仅一次降息，远低于美联储官员此前估计的3次。投资者将聆听鲍威尔对降息看法的变化，以及判断降息前提的数据要点。我们来看一下，4月份美国私人就业岗位增加高于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在第二季度初保持强劲势头。请看下面这条。纽约社区信贷公司第一季度亏损 3.27 亿美元，但其股票盘前交易飙升，因为新任首席执行官概述了一条未来2年实现盈利的清晰道路。最后为您播报的是，美联储周三预计将维持23年来的高利率，
但投资者会密切关注何时开始降息的信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可能重申无急于行动。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